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那在上次发完影片之后呢，有人留言给我说想要了解台湾的地震。那因为4月3号有一起很大的地震，那近期又有一起地震，所以想要在这次跟大家分享目前的状况，以及后续发生的一些灾害。那从上次4月3号的大地震开始，甚至到昨天为止，台湾都还是不断的在发生地震，从大到小都有。主要的震央是在花莲地区，是在台湾的东南部，也是地震常常发生的地点。那虽然对花莲人来说，地震已经是他们的日常，但是4月3号那场地震却带来了很多的灾难。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对4月3号那场地震的感觉，以及后续发生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灾难，也分享这几周在台湾陆续的地震的状况。那首先4月3号那天，因为隔天刚好是台湾的4天连假，大家都是最后一天上班，心情应该比较放松一点。但没想到一大早，大概快8点的时候，就来一个超大的地震。虽然对台湾人来说地震很常见，通常不会到非常紧张，但是4月3号的那次地震的强度，就和台湾曾经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类似。摇晃的方式呢，不只是左右，而是上下都有感觉，而且时间还蛮长的。那我后来也得知，这次的地震规模有7以上。其实过去50年，台湾已经发生过6次这样的地震，而这呢是第7次。这次也是继921大地震之后最大的地震了。因此当下在社群上就一堆人在报告自己感受到的地震。那每个人的文字呢都是非常害怕和惊慌的，也有很多人说自己家中的东西都掉了满地之类的状况。但最多人埋怨的呢，是因为在台湾的地震，通常手机都会收到地震警报，但是4月3号这起地震，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收到警报，连我自己也没有，因此也很多人在责怪政府。总之呢，当天实在是一团混乱，是台湾人相当害怕、生气又难过的一天。而这么大的地震，当然发生了不少的灾情。除了处在震央附近的花莲传出各种倒塌事件以外呢，台湾各地都有出现灾情。那最严重的就是花莲的天王星大楼，是属于民众居住的大楼。那它在余震之后呢，就倒塌了，许多人受困在大楼里面。那最后呢，也造成了1人死亡。而这名死亡的人呢，除了是一名老师以外，还是因为要冲回去大楼救他养的猫而不幸身亡的一位女性。后来搜救人员也努力地救出了他的猫，虽然这只猫再也没有办法和主人相见了，但是也因为这个老师的举动，受到很多台湾人的关注，相信这只猫未来也会有很好的安排。那除了花莲几栋民宅倾倒倒塌呢，在台湾其他地区，无论是盖到一半的房子有钢筋掉落，那多处建筑物破碎、瓷砖掉落以外呢，当天的交通也是一团混乱。公共的交通设施像是火车啊、捷运啊、高铁都有停驶的状况，也让正前往上班的人相当惊慌和困扰。那最严重的还有就是捷运的轨道位移的状况。这些提到的事情即使不在现场，但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，许多人都有提供当下的惊慌状况，看了也是相当的担忧。那事隔多日，目前这些灾情有些都已经处理完毕了。很严重的花莲天王星大楼呢，也在4月17拆除完毕，算是告了一个段落。那不过没想到呢，在这次准备的同时，就在昨天，也就是4月23号的半夜，又有一起规模6的地震。那这次的我是半夜直接被摇醒，就冲到客厅，马上躲在桌子底下，不敢继续躺在床上了。虽然在4月3号那起地震之后呢，很多专家都有提醒台湾人说，因为地震的能量要被释放，
接下来都会有余震。相信台湾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，但是通常我们经历的余震都不会是太大的地震，且时间也比较短。可是昨天这起规模6的地震一点也不像是余震，反而是另一起也很大的地震。果然也在半夜立刻看到了一堆人的回报，而且没有多久就听说花莲又有房子倾斜的事情。这次是一栋饭店和大楼，虽然没有伤亡了，但是为了处理，在隔天政府也宣布了花莲地区不用去上班上课。像这种因为地震发生而不用去上班上课的状况，我是还没有听过。那专家们也都对于在4月3号大地震又来了这一起地震呢，感到很惊讶。那也再次提醒，接下来的半年到1年仍然会有余震的发生。而因为这次地震如此密集，余震又一直没有停过，许多人都有地震后遗症。像我现在呢，就也有这样的后遗症，坐着的时候常常感觉是不是地震了，所以我都会在面前尽量放一杯水或是喝的，来观察水是不是有在动。这有点像是所谓的 PTSD 创伤性症候群。那我希望这种感觉可以赶快消失，不然实在是还蛮焦虑的。另外也因为这次的大地震，大家开始讨论各种防震救难相关的产品。必须说台湾因为习惯了很多小地震吧，在这方面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很注重。但这次碰到了如此大的地震，也提醒了大家防灾的重要。无论如何呢，身为在地震如此多的台湾居民，这是大家一直以来的课题吧。更远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测，但是也只能祈求近期的余震可以尽快结束，让台湾大家能够赶快回到安稳的生活。那也很感谢各个地方对于台湾的关注。那就希望这次的内容呢，有让大家了解台湾这次的大地震跟后续的灾害。那就让我们一起为那些受灾受伤的人祈福，那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快乐。那希望这次的内容有帮助到大家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